这期带你们体验从马来西亚新山过关去新加坡机场的全流程，在哪坐通关巴士，新加坡入境卡怎么填，一次性讲清楚。如果你也打算从新山去新加坡，那这期记得收藏哦。已经困到要死了，记得订阅，开启小铃铛哦。Hello， 大家，我是文文，我现在在新山的关口。我们今天要离开新山，前往新加坡的樟宜机场，然后回国了。这次呢，为了吃榴莲，整整在大马待了将近1个月。不过呢，我还会再回来的，等榴莲成熟的季节。从新山去新加坡有好几种方式，坐火车最快，但票比较难抢。据说要提前1个月，太夸张了吧？第二种打车过去最省心，但是价格不菲。最便宜即买即走的是坐巴士，就是有时候比较多人排队。我们这次也是选择坐巴士，直接去到新加坡樟宜机场。因为担心过关的人比较多，我们提前在Bus Online上买好了去新加坡机场的通关巴士票。现在我们所在地点是城中坊，在关口的 JB Central 对面。这个商场还蛮多东西吃的。我们现在要去3楼，3楼有天桥过去JB Central， 这里有指示牌通往 CIQ。我们要先从马来西亚的 CIQ 离境，然后坐巴士到新加坡的 Woolworths 入境，再坐巴士到新加坡的樟宜机场。要下去了。这里又有个牌子指示的 CIQ 下楼。这里还有 Old Town 过桥。以上是城中坊去 JB Central 的路，你们也可以直接打车到 JB Central。这个是地铁，正在紧锣密鼓的修建中，以后新山跟新加坡就通地铁了。但是这个样子，新山的房价又要暴涨了，它已经涨了20%了吧？对。那我们昨天看了一下他们那个房地产，这边好多房地产中介哦。听到有个房产中介说，新加坡赚钱在新山花，根本花不完，真的吗？到达 JB Central， 跟着 Woolworths 的指示牌走，火车也是在这里坐。这里有电梯。右转那边 DIQ， 布兰是属于新加坡那一站，这边是可以买 KTM 票的。这边也有小店，还有换汇的 Roti Boy 大哥，这咖啡小面包还是好多人排队的。现在我们已经从这个火车站穿到 CIQ 了，还是跟着 Woolworths 的牌子走。这一路走过来，走了将近20分钟。如果赶飞机的小伙伴，最好多留点时间。我们现在要准备去过关了。我们现在是4点半，看一下多少时间通关。现在4点半吗？4点27，还没到关的地方呢。这里注意一下，外国护照入境新加坡需要提前填写好新加坡的电子入境卡。填写入境卡的攻略我放在第14分20秒，可以点击进度条查看。进入这个门就是马来西亚的海关，持有中国护照可以走人工柜台，也可以走自助通关。我们现在已经过关了，过关非常快。现在是4点34，刚才是4点27，非常7分钟。现在我们去坐巴士到新加坡的 Woolworths 入境。下楼呢 B 的台1516。对。现在要等车，但是我们的车是5点15分的，我们在1516。烟要丢掉，因为新加坡是1根烟都不能带的。好了，去新加坡住1个月，好说可以把烟给戒了。这里可以现场买票，准备好现金，不找零的哦。这边很热，又没地方坐，怪不得上面好多人坐那边等。对，它这边也有巴士，布兰地铁是吧？就等于我们是在2个关之间嘛，现在这个位置，这是5点钟的去圣淘沙的，我们还得等一下。我们是这一趟。去樟宜机场的。提示要填入境卡，入境卡其实如果没有下 APP 也可以扫这个二维码去填。对，我们的那个入境卡填的是 TS11。对，车牌号填的 TS1。这个等车的地方真的是很热，很热，很热，就分散，但它车子这也很闷热嘛，所以我们一会儿要上楼。但是要说一下，这一班去机场的巴士呢，最晚是7点15分的。然后我们过去从新山过去是13马币，
但是呢，从樟宜机场到新山就是11新币了，这个物价翻得好快哦。我们这个车发车时间是5点15分，然后它到乌兰的关口会等15到20分钟。这辆车，那个是7点15到樟宜机场的。我们本来想在楼上等到5点钟再下来排队，但是这边排队人好多，还是得提早下来排队，因为上网买的票是没有座位的。这里可以换行李，它的车上都有新加坡的入境卡跟马来西亚的入境卡。我们是扫描2维码的，因为是提前买的票。它这里投币是不找零的，随便坐是吧？你看这还有扶手呢，也就是说它如果人数超过的话，可能就要站着过去了。刚才上车的时候刷了这个票，这个票要留着，千万不敢扔掉，因为一会儿过了乌兰的关呢，要凭这个票去坐下一段的巴士，坐到机场的巴士。今天过来很快，过了个桥就到了，只是过桥那边实在的堵。现在我们要赶紧去过关，因为他的车是45分就开了。现在是5点43分，不能拍了，我要关了。看一下过关要多久。我们是哪个车？我们已经顺利通关了。这里通关呢，走的都是自助，把护照先按上去，接着第一道门打开以后，再进去拍照，按这个拇指的指纹，就可以过第2道门了。啊，走错了吗？哎，这过关的人有点多。票拿出来，不然他真的要站着去了。终于坐上车了，这个车还是蛮多人的。现在到车上是5点58分，他这车还是会等的，因为本来这个车是5点45就要发车了。他这个巴士从关口出发到樟宜机场之间呢，还会停大概3、4、5、6个站，具体要看旁边的站点图。开的挺慢的，其实，因为一直在堵车。我们现在在樟宜机场 T1航站楼。我们上次来多少年了？10年前。没有，不可能。如果要去新山的话，这个柜台就可以买票了。我下一班车是7点15，最后一班车是9点15。上车买票的。也可以上提前买。反正就是这里坐的，就在外面，很近的。我们是从5点15坐车过关，现在是7点17分。就整个过关是非常快的，就是路上比较堵车，耗时差不多2个小时左右，一共花了13令吉。其实这是很方便的，又便捷又便宜。对，我觉得这是最方便的一种方式，没有第2种。大家觉得这一条路线如何呢？在大马浪了1个月，终于要回家了。这次榴莲是吃的饱饱，吃的爽爽。我们现在要把行李给托运掉，但是呢，离航班还有5、6个小时。但听说樟宜机场这边有一个 early check-in， 可以提早24个小时 check-in。然后我们现在去看一下有没有中国国内的航班可以提早 check-in 的，因为在网络上找好像都是国外的一些航班。这边的牌子是有中文的 early check-in 提前值机办理处，看一下有没有我们的航空，吉祥航空、菲律宾航空，还有泰国航空，就这几个吗？没有深圳航空。你好，问一下，是不是只有这些航空公司的才可以提早托运？啊，对。有没有深圳航空的？深圳的不能，深圳航空的不行，你一定要到那个航站楼去 check in。深圳一路来没有 early check in。啊，好，谢谢。瀑布星耀樟宜，哪个国家的机场有瀑布的？新加坡樟宜机场很大，有4个航站楼和星耀樟宜。室内大瀑布 Rain Vortex 就在星耀樟宜里，是樟宜机场里的一个著名地标。的 check-in 柜台是要走到马路对面那边才是 check-in 的地方，这边是商场。
应该是夏令营吧。这机场真的超漂亮的，水晶镜。桃叔说香港机场更漂亮，但我觉得这个机场更漂亮。反正我喜欢香港机场。反正我觉得樟宜机场更好看。我们要找深圳航空，我有点懵懵的，深航到底有没有 early check-in？ 哎，我记得这个水滴它会动的，第一次来是在这里看水滴，看了很久。我一点都不记得。它会动的，它现在不动，它已经下班了，所以它现在不动了。哎，不是这个吗？它还没开吧？5的后面哦 ，early check-in lounge， 那里写着你前面这个有深航了。来吧，接这2个。可以提前check in。也就是说呢，它的 early check-in 可以提早1天去办理。对，就是深圳航空是在这边5号线的后面 early check-in 这里。我们现在要进去了，去候机，去离境。值机完呢，直接看这个 departure 离境，往这边走。对，这边不能拍了，因为我们要进去过安检、过海关了。Hello， 我是文文，我们现在已经成功在离境区了。从新山入境新加坡，还有离境新加坡都非常快，因为都是走自助的嘛，只要刷护照，然后是拍照，按这个拇指的指纹就可以过了。那个入境卡的话，其实就是填，但是它不查，它完全不看的。不是你没填你进不来的。对，因为你的信息是录入在里面的，你才可以去走自助通关。如果你没有填的话，就走不了。那还有一个呢，就是离境后，他就直接到这个离境区了，他没有安检。我觉得可能是在登机前会有一个安检。那一会儿我们会去龙腾贵宾厅，然后给大家展示一下龙腾贵宾厅有什么吃的，好不好做，好不好办公。我知道 Plaza Bingo， 这里啊，红灯的。我们去的是这个。哇，我怎么那么多人在睡觉啊？哇，这个新加坡机场也是蛮冷的，记得带外套。我已经冻得瑟瑟发抖。我们是在这个龙腾儿，哎，它现在还跟克鲁克合作呢。我们这个龙腾出行呢，可以在这里待2个小时。龙腾出行太废了，很多机场就这1-2个厅，以前还挺多的，越来越少。对，先找位置。我的人有点多哎，大哥。咖啡。这有面包，是面包。有啥可以吃的呀？拉萨。还有什么？海南鸡饭，还有蔬菜米粉、鸡肉、米饭、豆腐。哎，帮我拿点蔬菜。鱼、汤、绿豆汤。有贵宾厅可以吃的东西蛮少的。现在是凌晨53分，我已经困到要死了。要死了！讲真，这个环亚贵宾室，我觉得挺拉胯的。要是某宝上140来买这个，觉得很不值。亏，因为他叫我们先自己找位置，找到位置再去刷那个2维码。因为我这个是交韩的信用卡嘛，以前交韩信用卡送的这个机场贵宾室嘛，是机场的好几个。对，都是合作好几个。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今年我们从香港来的时候，不管是香港还是上海，还是哪里，它所有的贵宾厅只保留一个最差的给你。这最差什么概念呢？就是说它的机场有很多贵宾厅，但是它选择最差的一个保留给你交行的信用卡使用，就是有一点东西吃，然后座位也很烂，跟其他贵宾厅比起来就跟丐帮。是进去前要安检。好啦，今天 Work 部分就到这结束了。接下来是新加坡入境卡的填写教程，记得帮我点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次旅程见，拜拜。去新加坡旅行现在都是免签的，但需要提前填好电子入境卡，出发前的3天内都可填写。假设我们是12月10号入境，那8号到入境前都是可以填写的。第一步，下载 MyICA 官方 App， 也可以直接扫2维码填写，免费的。
开 App， 一开始是英文界面，担心后面会有翻译。第二步，我们点击 Foreign Visit 这个按钮，进来就是中文界面。如果不是的话，点击右上角这个翻译。我们是点击个人提交，超过2个人可以选择团队提交。第三步，点击添加个人资料，可以自动扫描护照识别信息，也可以手动填写。这里有教怎么扫描护照，虽然是自动填写，我们最好也核对一下信息，然后点击下一页，手动填写联系资料。居住地可以下拉勾选，打开后在这里输入所在城市的拼音，就会自动跳出。国家代码填86，手机和邮箱是必填的。填好后点击下一页，核对一下信息是否正确，无误后打勾 Save 保存。个人信息就填好了，点击下一页开始填写行程信息，选择入境新加坡的日期和离境日期，离境日期不超过免签30天即可。点击下一页，我们是从新山入境的，出行方式选择陆路，车辆类型选择巴士，然后填写车牌号，旅行目的地选择度假观光。如果是坐飞机入境的话，看这张模板。下一页填写新加坡的住所，我们是转机的，选择其他和过境。如果选择酒店，就要填写酒店的名字。填好后点击下一页，填写来新加坡前所在的城市，都是下拉勾选的。我们是大马的新山，离开新加坡后去的城市，拼音搜索对应的城市即可。如果这2个城市是一样的，在这里打勾，输入一个，另一个会自动粘贴。点击下一页，这里是回答问题，如实填写，我全部填否。点击下一页，行程信息就填完了。如果还有其他行程的话，也可以再次添加。点击下一页，申报信息，打勾同意，点击提交。提交成功后，点击前往申报数据，就会出来一张电子入境卡的条形码，不是实时的，可以截图保存在手机里，但是自助过关也是不会看的。如果没有填，自助过关的机器也过不了。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点赞订阅我的频道，你的支持就是我更新攻略的动力。我们在新山的最后一天住在碧桂园金海湾的公寓，一个晚上是294人民币。虽然也不是市中心，但是楼下就有永旺超市和餐厅，比森林城市要便利一些。接待我们的是一个中国人，他让我们先提前入住了。那洗衣机也是在厨房里面的，茶具、杯具都在这里。燃气的呀，哦，很少看到有燃气的。这才是给你一个5星级的家。这个碧桂园的口号。这是他们交房的时候配的电器。哦，这是客厅，客厅挺大的，风景还不错。还有玫瑰花。底下，主卧有带卫生间，干湿分离的。这小一点的。我觉得带卫生间的卧室有点吵。这是公共的一个洗浴间。对，那这好看哦。他们还有提供这个一次性的牙刷，虽然没有森林城市的漂亮，但是还能看到红树林，那是红树林吧？我觉得新山好多地方都在盖房子。他的理发店为什么会这么多人？是新加坡人。觉得新加坡贵，然后过来理个发回去吧。对，因为我很少看到商场、理发店跟美甲店的人，就是客人比较多。有个美甲店都坐满了。理发店的那个数量也太多了。对，它几乎半圈都是理发店，然后这边还很多 Masa 的店。